去街上急转眼到了第二天，铁柱先去粮贸市场跟官乡全安排了一下，紧跟着便与月玲前往火车站。这位女同志，我一看见你，哎呦，我这心情可敞亮了。你就不应该当售票员，应该去当模特。油嘴滑舌，赶紧买票。本来我要买2张票的，可我看见你，我这心情就好，买6张去省城的，要连号的。6张去省城的，半个小时后检票，座都是连着的，一共48块钱。谢谢美女姐姐，不用找了。不行不行，得找你钱。你咋买这么多的票啊？不是就咱俩吗？从这到省城得8个多小时呢，累了你可以躺着呀。这位同志，我也是去省城，孩子睡着了，等会孩子醒了我就给你让座。不用，你坐着吧。很快几人就熟悉了。赵姐，你也是去省城吗？是，去找我当家的，他在省里的煤矿上班。我本来在渝州的老家照看老人，等到老人去世了，他就写信让我去省里。赵姐，你当家的煤矿做啥的？他是个小工头，带着工人下井作业的，都干了10几年了。有机会介绍他我们认识认识，多条朋友也多条路。虽然说是8小时到达省城，可真到省城的时候，都已经过了10几个小时了。同时，赵小玲的那位当家的葛川也来接他们母子了。赵小玲立刻把铁柱这一路上的关照跟葛川说了一番。铁柱，你都不知道这一路我有多担心他们母子3人，来的时候根本就买不到票，多亏遇见你们2个好人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了。川哥，你这就客气了，出门在外认识就是缘分，就当交个朋友吧。对了，你们待会去哪儿？矿上距离远，回不去了。今天晚上就在省城找个旅馆住一夜，明天再回去。那太好了，反正我们晚上也要住酒店，那就一起吧。还有个照应，我们随便找个小旅馆就行了，不用住这么高级的。川哥，你就别操心这些了，开2间房，你先带赵姐和孩子上去休息休息，我待会回来请你们吃饭。也不等葛川说话，铁柱便带着月玲离开，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家。妈的宝贝呀，你可想死妈妈了。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这大半夜的。铁柱，我知道你来是想干嘛，但是现在许可证这块还是得等等，有消息我就通知你了。而且你看现在都这么晚了，你也找地方休息去吧，就不留你了。月玲也没生气，因为来之前铁柱就已经把这个场面想到了，并且特别叮嘱他不用找他，早上会来接他。铁柱也不跟岳启尧生那个没用的气，直接回到酒店，叫上葛川一家几口，在附近找了个饭店先吃了顿饭。我干的那个公家的煤矿总储量不到2000万吨，估计再挖个1年2年的也就见底了。要说我在这矿上也干了几年了，手底下也有了一帮子的好兄弟，就是工资不多，一个月才35块钱，养家糊口啥的也是勉强。对了，铁柱，一直都不知道你是做什么工作的。其实我也是开煤矿的，所以我觉得跟你投缘。我的煤矿再回事，现在是开发准备阶段，我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，不如跟着我干吧。你跟你的兄弟都可以带来，工资我给你们2倍，怎么样？葛川当即就是一愣。现在是这样，我们跟矿上都签了用工合同，都是正式工人，我倒是没啥，可我的那些兄弟，他们现在咋想的我还不知道，我得先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才行。川哥的意思我懂，这样吧，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就先去会试看看，你觉得你跟你的人能干，咱们到时候再商量。如果你觉得不能干，我也不勉强，路费啥的都算我的，咱就当交个朋友吧。那就行，这几天我先把老婆孩子安顿安顿，然后请几天假就去看看。另一边，岳启尧这回正在发脾气。我跟你叔叔这么多年都没有见面，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？现在你去找他帮忙，那不是等于我跟他低头了吗？绝对不行。爸，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吗？铁柱开发煤矿需要人才，我给他推荐的叔叔，你凭什么阻止？再说了，你跟叔叔是你们之间的矛盾，当初是怎么对叔叔的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我怎么对他了？我是坑他还是害他了？总之我告诉你，我绝不同意你跟铁柱去求岳启恒。还有那个铁柱，他能干就干，干不了的话就别干。他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有点权利，就要求我帮他这个帮他那个？老实跟你说，那不可能，我不会帮他，我也不让你去帮他。这次你回来的正好，会试那边你也别再回去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在你这里什么都不可能。行，我们不求你，就看我们能不能把这煤矿干起来。你看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启耀，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有啥话你不能好好说，每次都要吵得面红耳赤才行。琳琳，你也是的，你不能太任性的只考虑自己，你也得理解你爸爸的难处。岳林才不听这些话，转身就要走。琳琳，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？你爸就说你几句，你就要走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你让他走，让他走，我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。我最后悔的就是回来见你们，明天我就回去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妈，
这钱是我跟铁柱给你们的，你们都觉得铁柱是个农民，什么都看不起他，但是人家能在几分钟内就赚几百万，你们觉得铁柱好像非要求你们帮他，但是人家有自己打算，就没想让你们帮他任何的忙。这辈子我跟定铁柱了，我不后悔我的选择，你们保重。说完，岳灵便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岳启耀看着那钱，陷入了沉思，心想岳灵从来不说谎，那铁柱到底多大的能耐，能在几分钟就赚几百万？还是低估这个年轻人。去街上急，铁柱睡得正香的时候，房门就被咔咔的敲响。谁啊？开门了，是我。打开房门，岳灵直接钻进他的怀里，哭的是泣不成声。好了，不哭，是不是又跟你爸妈吵架了？铁柱，你答应我，你发誓，我们一定要争气，我们一定要做出个样来给他们看看。我发誓，我们一定争气。关键是我们为啥要给别人看？日子是我们自己的，我做的这一切可不是让谁看得起，而是为了让你幸福，让你快乐，衣食无忧，这才是我的想法。好了，宝贝，不哭了，赶紧去被窝暖和暖和。我要去洗洗，你不能睡，等我一起才能睡。铁柱随即笑了起来。你想啥呢？可以看，可以想，但是不准动。要不你把我打昏过去得了，是个男人就受不了这个。你看我鼻子是不是要淌血？我就不知道，你到底还要考验我到什么时候才行？不行就是不行，谁让你当初欺负我的？现在就是对你的惩罚，没结婚之前不许你动我。要不你自己在床上睡，我睡沙发去。不行，一会我要你抱着我睡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俩人来到了岳启恒的住处。二叔，你的腿怎么了？玲玲，你怎么来了？头些年我上山去玩，不小心摔的，膝盖骨碎了几块，就变成瘸子了。玲玲，你都多少年没来看二叔了？你爸你妈还好吗？这位小伙子是谁呀？二叔，他叫铁柱，是我的男朋友。二叔你好。小伙子不错。二叔，我二婶呢？去年人就没了。啊？哎呦，这么大丫头了还哭鼻子，不怕铁柱笑话你呀？玲玲总是跟我提起您，她说小的时候您对她比她的父母还要好，所以玲玲的心里特别的惦记您。我也知道琳琳这孩子心疼二叔，但是二叔现在自己一个人过得也不错，有吃有喝的，啥也不愁。二叔，其实我们这次来是想请您出山的。我在会市承包了一个储量超过7000万吨的大型煤矿，但是现在资金有了，条件也充足，就是缺少您这样的技术人才。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安全设备，什么是开采矿脉，您可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所以我想请您给我做工程师，可以吗？岳启恒听到这里，眼里明显多出一份激动的心情。他早就不想过这种孤独的生活了，然而他又想到自己的腿，眼神又慢慢的落寞起来。二叔，谢谢你们能够这么看得起二叔，可是二叔现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了，即便是我想干，可是我的身体也不允许啊。这个根本不是问题，二叔您到矿上就是总指挥，你不必亲自动手，指挥别人做就行，您累了就休息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就指导指导，这还不行吗？7000万吨。是的，7000万吨，还是初步探测，估计能够超过1亿吨。什么时候出发？话音才落，大门外便响起徐佳颖的声音：“二哥，我们来看你了。”我怎么敢当？现在的我不过就是个平头老百姓，你们身份尊贵，到我这里来不觉得丢人吗？二弟，我来不是看你的，是想告诉你，不能跟铁柱去会师。爸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就想看铁柱的笑话是不是？你还是别叫我二弟了，受不起。还有，我已经答应铁柱帮他了，答应别人的话，那就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。二弟，我知道你恨我当年没有帮你调动工作，那个时候我无法跟你解释。今天既然有这个机会，那我就跟你说说心里话。当年我调到了管理部，让很多人眼红，都在背后给高层打小报告。你不知道我当上那个管理部的主任有多难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。一旦我给你调动工作，就会给那些人留下把柄，我只能是做事不理。你怪我也就怪我吧。至于我不让你给铁柱帮忙，也是这个。铁柱，我也老实跟你说，那个煤矿的许可证我不可能给你办，除非你离开琳琳。你是聪明人，道理你都懂，现在管理部这边都知道琳琳在跟你处朋友，我一旦给你办这个许可证，那些竞争对手一定会说闲话。本来因为煤炭紧张始终都得不到解决，这些人看到机会想要上位，如果让他们握住把柄，那我这个总经理也就不能干了。爸，你不觉得羞耻吗？原来你这么做都是为了你自己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你从小教我的那些都是假的呀！你为了自己能够保住你的职位，就让每个人都得为你做贡献，为你牺牲自己。但是在我跟铁柱这里，你想都别想，我跟铁柱是绝对不会放弃煤矿的。你不给我们办，我们也不用你办，我跟铁柱直接去帝都办，我看你还能管得了吗？岳启耀，琳琳说的没错，你太自私了，这是你的本性，从小你就自私，
我有一个馒头都会分你一半，你有馒头却只是自己偷着吃。我的工资都来给父亲买药，你的工资都用来拍马屁、请人吃饭。现在你又为了自己，居然让自己未来的女婿放弃价值数十亿的煤矿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还有脸在林林面前说自己是他的父亲？你给我出去，现在就出去！我不想看到你，永远都不想看到你。是，你们都认为我自私，可如果是你们的话，你们会怎么做？我想你们也会这么做。谁肯失去自己辛苦得来的东西？如果能的话，铁柱，你为啥不为了我而放弃煤矿？煤矿我可以放弃，甚至什么我都可以放弃，但是我得赚钱，我要给琳琳幸福跟快乐的生活。难道你为了自己，连你亲生女儿的幸福都可以葬送吗？之前我很尊敬你，那是因为你是琳琳的父亲，但是现在你已经受不起我的尊重了。琳琳说的没错，我是不可能放弃煤矿的。您老人家就死了那条自私自利、毫无底线的心吧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实话告诉你，那煤矿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归公司所有，你想不放弃都不行。我也是看在琳琳的面子上提醒你，几十亿的煤矿是你一个农民能够掌控的吗？别做这个白日梦了。按照规定，我们只需要给你10倍的承包款，南向的那片黄山我们就能强行拿下。别的话我也不跟你多说，你自己想去吧。那我谢谢你提醒我这些，不过你非要跟我干到底，那我也明确的告诉你，想得到煤矿没那么容易，咱们走着瞧。琳琳，他毕竟是你的父亲，你得替他着想啊。那你们有考虑过我吗？你们有替我想过吗？你什么都别说了，你们能够10几年不见二叔，我也可以10几年不见你们。琳琳，妈，你别说了，我早就应该知道你们把我养大，其实就是为了你们自己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们。你走不走，还磨叽什么？徐佳莹只能是无奈的流泪离开。你爸已经彻底的疯了，再过些天估计就得脱光了满街的跑。你也不用生气，他想的倒是多，能得到才行。铁柱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能帮你拿到许可证，不是非得靠他岳启耀才能办下许可证。现在我带你们去见个人。铁柱心里高兴，同时也疑惑要见的这个人有多大的实力，能压岳启耀一头。